我自幼便在舅媽家裡混吃喝，表兄有本賬冊，專門記下我的花銷。今天買髮飾用掉1贯錢，前天多吃1碗白飯，折合3文錢。春節新做2套冬裝，总共2两银子。我在溫家住了9載，他便記了9本賬冊，他稱欠債還錢理所應當，不然你就以身相許，做我的妾。我還不清債，但我也不願給他當妾。聽說隔壁將軍府的燕家少爺富甲一方，因此我爬上他家院牆，問他：我背了一筆巨款，你能替我還嗎？你若同意，我就把自個兒嫁給你，咋樣？為了勸燕昭同意，我專門選了套絕美羅裙，衝着銅鏡一陣細緻打扮，妄想用美色誘惑。可我又深覺唐突張嘴着實缺乏真心，所以專程從牆頭折了2朵小花。我的眼力極佳，2朵花全丟進了他的懷中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燕少爺，我欠的這筆賬對你來說純屬9牛1毛，破點小財便能白撿一個老婆，挺超值的。燕昭正巧撥動算盤，聽罷頭都沒抬，僅冷冷地說：抱歉，我不喜占人便宜。那我換種說法。我見風使舵，馬上變了話術。我看上你了，你能琢磨一下来我家求親嗎？也許從未碰見我這種沒皮沒臉的女孩，燕昭向來清冷的面容多了一點變化。半晌後，靜靜收好算盤進了房，僅甩給我冷冰冰的3個字：不琢磨。出師不利，我慘兮兮地爬下院牆，丫鬟靈芝把我扶穩。表姑娘，我早說如此莽撞，燕少爺定然不會同意。您看，都把他驚走了。我拍了拍衣服的灰，沒事，片刻的挫折罷了，遲早是會成的。俗話說男怕女纏，我多試幾次，或許哪次燕昭就發了夢應允我呢。返回的途中碰到了表兄溫策安，我原準備繞路行，但他眼毒，遠遠就瞅見了我，他的視線於我身上略微停頓，還未發話，旁邊的嬷嬷竟哎呀一句：表姑娘這穿的是月華錦喲，您現在越發浪費了，這般貴的布匹竟也敢套，果真不當家不知錢糧貴。公子，您得好好記着他30兩白銀，好讓他長長記性。我極厭惡這個嬷嬷，我7歲之時被老爹送入溫府。開始溫策安對我挺好，男孩眼神清澈地看着我，整天與表妹東表妹西，常領我至院中看蟋蟀鬥毆，也常告知我院中新住的燕子巢在何處。每當這會兒，嬷嬷老是長吁短嘆：公子，您傻帽呀！這表姑娘純粹是個災星，主君於陣前為了保全他媽，遭一箭穿心，丟了性命。她哭得聲淚俱下，他媽分明是克了主君的命呀！講得久了，溫策安對我慢慢產生隔閡。他還告知溫策安，他媽借了主君的壽元，也沒活多長，死於塞外。他爹染惡疾，一命嗚呼。他如今純粹是個孤兒。太太慈悲，答應他留在溫家，可世上沒這般白嫖的好事。有些規矩，太太不便講明，您心底必須要清楚。他講的含蓄，溫策安沒有聽懂，傻傻地望着他。他索性就明言，他那衣食住行哪一件不需要錢？以後熟了，更需要買梳妝打扮。養個女娃子總比養少爺燒錢。您為溫府獨苗，這宅內的財政未來哪一點不是您的？他其實在用您的錢，您需記賬，等她將來嫁人，叫她的老公歸還。溫策安茅塞頓開，從那天起，他手頭就添了一本賬本，事事記下。他便老是冷眼看我。舅媽於塞外駐紮，宅內由他主事。開始我也很傷心，戰戰兢兢地巴結他，日子長了也就慢慢看開。這回瞅見他又要記賬，我趕緊抬手制止。這月華錦的賬你不能算。溫策安皺眉，咋的？你莫非想逃債嗎？月華錦乃將軍府的太太賞賜於我的，並沒花宅中分幣。由於溫策安日日算賬，弄得我也摳摳搜搜，一年僅做2套衣袍，修修補補穿了又穿。那天我由將軍府外走過，燕太太瞅見了我，她嫌我的裙摆太破，短得連腳脖都露出一塊。你媽倘若曉得你活成這般，會難過的。這般歲數的女孩，理應好好妝造。皇上賜給將軍府幾匹月華錦，他叫人測了我的尺寸，做了幾身贈我。這布匹極佳，酷暑難耐，照樣絲絲涼涼，走起步來一亮一亮，宛如月光灑於水上。我那時想，燕太太可真棒，她若是我親媽就好了，借她老媽的光，我發誓嫁給燕昭，如此我就能夠理直氣壯地叫燕太太媽了。溫策安瞅着我的裙擺，總算將那筆錢抹去，嬷嬷卻眼神挑剔地端詳着我。哪怕衣服是別人給的，公子也該防備一點。表姑娘的唇膏塗成這般，分明是鐵了心想勾搭您啊！溫策安輕輕揚眉，彎了彎嘴，罷了，披着是還可以，我都看夠了，能夠脫下來了。我頓感到不可理喻，我並非穿給你瞧的。他一驚，隨即冷笑：表妹除了穿給我瞧，還能給誰瞧？莫非是翻過院牆，穿給隔壁燕府少爺看不可？他還挺機靈，連這也能料到。看我默许，他慢慢收起嘴邊弧度，吵道：原來表妹欲攀權貴，但我勸你斷了這念頭吧。
燕家少爺什麼身份？中意的是知书达理的千金，你跟他喜歡的模樣簡直天壤之別。我認同你講的確有幾絲邏輯，可沒事兒，我臉皮厚有恆心，他不待見我，我拼命把自身化作他欣賞的模樣即是。連續大半月，我皆按時現身於燕昭的牆頭，我刻意展示才華。雖然我不懂琵琶、古箏等物，但我能吹嗩吶。所以夜色迷茫中，我搂着樂器翻上院牆，銅管一響，高亢洪亮，我衝着一輪明月肆意奏樂。這次確實引起了燕昭的側目，可街坊四鄰全跑來了，當成是哪戶辦了喪禮。我只能慘兮兮地爬下院牆。我也試着唱些小調，無奈自幼五音不全，歌不在調中。那時燕昭正巧清點鋪子利潤，破音入耳，他的手指忽地一抖，饭珠稀里哗啦掉了一地，連门內的狗也受不了，大叫出声。我尚不甘心，唱得不行那就跳唄，但人確實不能对自身盲目自信，特別是不拿手的本領。我左腳绊倒了右腳，有院墙重重摔下，咚的一響，啃了一嘴的泥。燕昭听聲跑來，冯姑娘，你還行吧？可有掛彩？真的是太丟臉了。我頻頻搖頭，管不了其他，一瘸一拐跑回房內。次日清晨，燕昭家裡的丫鬟就來找我，拿了一瓶創藥和許多补品。我家少爺說，馮姑娘終究是由於他才遭了此災，他理應親自來給姑娘道歉，無奈不便入女孩相歸，就派奴婢過來，姑娘好好靜養。药效清透，我于腿部絲絲涼涼。我憶及往日，我曾陪溫策安去佛寺拜佛，保佑舅媽駐紮安康。臨走時落了一場暴雨，溫策安稱拜佛須心誠，不許我乘馬車歸府，我只好舉着一把爛傘下山。台階泡了水，有點溜滑，我一時不備滑倒，碰破膝蓋。回府後，體表添了許多紫青。當時溫策安早就穿了一件整潔常服，眼神冷冷掃過我臂上的血，隨口說：“你在溫府白吃白住，理應做些奉獻。如此也罷，可叫老天知曉你的前程。”我買藥的賬被他寫進本裡，胳膊上的血結疤又掉落，他未關心半句。事實上昨晚吃的虧不如那次的1/10，且與燕昭沒多大牽扯。可他竟然派人給我送藥，我把瓶子托在手裡，盯了又盯。我不禁美滋滋的想，他可真是個暖男，跟燕太太一般，全是活菩薩。好的，我越發想嫁他了。京城召開了一場馬球賽，我也收到信函。馬球賽雙人一隊，我打算跟燕昭搭夥，也可趁機同他套近乎，但盼着跟他搭的千金非常多，如何方能叫他挑我？我思索許久，打算剑走偏鋒，正面比拼不贏，那邊暗地裡花些心思，所以不再爬院牆了。這回好死不死，由牆上摔了下去，滾到了燕昭的院落裡。燕昭眼疾手快地拉住了我，我躯體一斜，癱倒進他懷裡。據說燕府3代男丁皆亡於沙場內，因此燕太太禁止燕昭入，他便改行做買賣，天天拿個算盤撥弄。我本覺得他長久停練，早就廢掉，但現今透着2件薄衫，我能清楚察覺到他堅硬有力的肌肉。他體表的味道極好聞，夾着雨後綠草的香氣，使我春心一到。我應聲平復心情，把嗓音壓柔，仿照小說卷內描寫的那般，含情脈脈地盯着他。燕少爺，明天的馬球賽，你跟我一醉行不行？他的喉頭微微一動，低聲警告我：冯姑娘，你先起来。不站，你若不允諾，我就不站。我娇弱无力地貼靠着他，初衷是想用色誘惑，求他同意。但下一秒，燕昭當場把我提了起来，我拼命方能翻過的圍牆，他提着我便躍了上去，且穩穩降落在溫宅。明月高掛，燕昭皺眉盯着我。今日之局，我絕不會跟其他人講起，可也望你自愛，往後千萬別搞。說罷，他扭頭走掉，連院落也不願溜，直接鑽回臥室，關上大門。月色把我形單影只的倒影拽得極長，我猛地記起一件往事。傳言從前將軍府有個奴婢長得極豔，他對燕昭有情，專門爬進他的被窩自薦枕席，但燕昭挨都沒挨，當場把人拉出去挨板，乃至連床都換掉。他那般規矩的男人，必定偏愛文靜內斂的女孩。我今天這操作，估摸在他心裡跟那奴婢沒啥差別。那夜我歇得不夠好，半夜做了一場夢，夢中燕昭沉着臉責備我，怪我過於放蕩不羈，簡直不成規矩，更稱他才不會看上我這般的女孩。我背着夢嚇醒，再也沒法入睡，摟着鋪蓋傷心的猜，是我下手過快了，這下完蛋，再也沒法喊燕太太罵了。次日我面色頹廢，始終發呆，以至於教鄉內溫策安講了哪般，統統不曾聽入耳。怪在他過於吵鬧，終究拉回了我的心緒。表妹，今天有大把女孩想約我，我沒法跟你組局，你自個兒找伴兒去唄。反正我也不願同他一起，便點了下頭，靜聽聞他長長的嘆了一聲。我不跟你一起，你就如此傷心？看看這臉，拉攏成何等模樣！我懂你自幼就仰仗我，可你未免過分嚴人一點。他口中埋怨，嘴角卻揚了起來。我沒心情同他吵架。走道中趕來一台轎廂，車身上印着燕府的圖騰，燕昭卡在其中，連風也習捉弄人。掀開窗簾的一邊，他的側臉就撞進我的眼簾，清冷高貴，似雪山冷玉。我憶起昨晚的遭遇，宛若碰到了貓的老鼠一樣心緒，急急拽下簾布縮回轎中。球場外，青年男女恰在雙雙搭夥，名為現場拉夥，
實則早前就已然定死。剎那間，我反倒落了單。我昨晚睡不安生，今天也缺幾分打球的激情，只想尋棵老樹乘涼。竟不曉是哪位嘴碎的，跑去問溫策安：溫少爺，你表妹為何孤零零立於樹邊，挺淒慘的。要不是我已找了女伴，這會兒必去尋她。反是你，今天打算拋棄表妹嗎？溫策安被幾個女孩圍着，竟還抽空望了過來。半天，他扒開人群走來。我雖已尋了伴兒，可終究是你表哥，也不能拋下你不管。這般吧，你求求我，我就跟你一組。或是為了歇息，或是為了看笑話，大批人湊了上前。我抬眸望向溫策安，晃了晃頭：不求，你一個人耍去吧。估計是申覺當众被我扶了面跑，溫策安的表情略顯不爽。風長英，你別不知好歹！今天若我不跟你一組，你找得着人打球吗？你切莫死撐，好好求求我，帶你摘取桂冠。周遭的公子们真的是看笑話不嫌事大，连连起哄。冯姑娘，你便求求你表兄。誰不曉得溫策安寵你？你勸他幾句，他必為你賣命。真夠聒噪！我捲起袖口正要發火，一抹人影猛地闖進我的視線。長袍迎風，體態端莊，乃姍姍來遲的燕昭。我活生生地咽下了脫口而出的詞。我不願於他跟前罵人，我在他眼裡的形象早就夠糟糕了。我不願再增厭我，日頭極毒。我宛若小雞一般低着頭顱。溫策安等毛了，怒道：風長英，如今落單的男孩唯有我跟燕家少爺，你還奢望着他來邀你不可？你若不求我，我就去了那趙姑娘的約，過後參加不了馬球，可千萬別找我痛哭。我還來不及出聲，燕昭先一步於我跟前停住，少男向我做了個揖。風姑娘，不知在下可有福氣能跟你結伴打球？本來嫉妒的日頭在此時全變得柔和起来。我覺着度過昨晚的局，燕昭早惡心我了。未料到柳暗花明又逢春，行。我當即點頭應允。溫策安的面容顷刻間黑了下去，他欲講些什麼，但長公主已然宣告馬球賽開場了。他僅來得及冷冷瞪我一下，就跟趙姑娘搭了夥。今天他的戰意激濃，皮鞭抽的駿馬狂叫，宛如藏着一股狠勁般。恰好燕昭也分毫不讓。溫策安舉棍打球，燕昭馬上策馬阻擋，周旋、斷球、火拼，於我的協助中，一擊爽快地飛進框內。策馬之餘，我聽聞溫策安憤憤說：風長英竟敢順着外人打壓我！我的眸中僅有皮球，尚未回話，甩出的木棍竟不偏不斜砸到了他的腳踝。他痛得皺起眉頭：風長英，你敢揍我！我衝他咧嘴一笑，騎馬溜走。儘管我跟燕昭手回搭檔，但極其默契，打了個落花流水。他與馬鞍上的體態可真挺拔，烈火驕陽俊少男，瞧得我越發春心蕩漾。我琢磨着要不要先為昨晚的局賠個罪，於肚裡籌謀了許久詞彙。打完燕昭，竟先叫住了我：馮姑娘，我有事想跟你講。他朝河畔走去，我心驚肉跳地縮於他的後頭。竟是打完比賽，他準備替昨夜之災教訓我。我埋着頭顱做足防備，靜候接受他的責備。近看垂柳樹邊，他向我鞠躬：風姑娘，昨天是我越界了，我打小不曾撞見此景，當真驚嚇，言語難聽之餘，我向姑娘賠罪。講完，他拿出一個木盒，此乃我的欠禮，內部裝着一根烈火虎頭紅缨，用紅缨送長英，盼姑娘解解恨，寬恕我這一遭啊！少男嗓音溫溫軟軟，腔調柔得似在哄人，絕對是剛剛打球太乏。我僅感到腿軟眼花，腿軟到欲撲入他的懷中，腦袋蒙圈圈的瞎猜，連咱倆日後孩童的姓名也已定了。他看我不拿紅缨，略顯驚慌：姑娘依然不願寬恕我嗎？我是個要面的，讓我琢磨琢磨。他才打完球，臉蛋紅彤彤的，嘴巴水當當的，我恐再同他留於一處，會對他幹下越軌之舉。我拿走紅缨，快步的溜走，順着河流溜了半天，心率反倒越來越快。我索性盤腿坐在河畔，靜靜欣賞着他給我的紅缨，虎頭活靈活現，下綁後是紅毛，極其英氣。他怎麼這般精密，給的物件全這般符合我的喜好？我正衝着紅缨發呆，卻聽聞身後響起溫策安的話語：表妹讓我好尋，原來是躲此出來了。咋的？覺得自個兒靠上了燕家少爺就不理表哥了嗎？那燕家小爺純粹是覺得你新鮮，若耍貓狗一般哄着耍爸，你還真當他看上你。我抬手把紅缨甩出，剛欲叫他住口，竟冷不丁聽聞他道：別人燕家少爺有暗戀者，你曉不曉得？溫策安的此使我片刻愣於當場，他極中意我的表態。就在5天前，他跟兄弟於酒館閒聊時親嘴講的。你若不服，能夠問問孟世子、孫三少爺，他們全知曉了。剛剛我還認為這兒滿目蔥鬱，現在反感枝葉雜亂，扎眼之極。我聽聞自個苦澀澀地問：是哪戶的千金？溫策安並未回嘴，反倒領我參加一場茶會。就是那位了。溫策安揚了揚下巴，蜀葵綻放絢爛，花團錦簇中有個女孩正親手泡茶，我認得她，尚書宅的2000金李靜書。她長得可真漂亮，好似脫俗絕塵的蘭花，顯然有那般多客。我卻瞬間便看到了她，或許捕捉到我的視線，李靜書捧了杯茶向我走近。長玲，你怎的冒出了這麼多汗？是不是乾了？來，快把這水喝光。
太陽正毒啊！我這頭頂有棵巨樹，能遮陽。你跟我去。她乃個溫和的女孩，溫和到我生不出一絲嫉妒之意。茶湯苦內含甘，我傻傻的猜燕昭跟她確實互打，喜歡她。算燕昭品味高。回家的途中，溫策安問我：“表妹这下斷念了吧？”我冷冷地瞥着她，哪怕不嫁燕昭，我也不給你當妾。她譏諷出聲：“莫不是表妹還欲給燕昭當妾？恐怕又要叫表妹絕望了。燕府留遺言，唯能娶妻，不准收妾。居然還有這般的規定。”由她講完，我暈上心。為何這般好的門我就混不進去啊？我非常頹廢，靠於窗框邊望街邊的風景，一段一段往後退開。溫策安又摸出了他的賬本算錢。我沒準備去這聚會，今天是專門辦你來的，包車錢你得轉給我，就當80文吧。這回我沒有攔住他，僅僅滿心感慨燕太太沒多生兩名，她倘若產得廣點，我也犯不着吊死於一根樹幹。溫策安瞅着我的身後，暗自盤算，分明又騙了我80銅板，他竟毫不開心，不曉悟出何物，臉黑似炭。最近他也不喜出門遊山玩水了，整天就於宅內瞎逛。他總算察覺溫宅與將軍府相隔的那面牆有點矮，溫家這一側上有大把雜亂的鞋印，瞧得清楚，有賊老是翻上牆頭溜達。溫策安惱得臉全青了，你竟敢翻牆尋他，不懂廉恥！他立刻換來磚瓦，把圍牆壘高了5尺還多。現今憑我有上天的能耐，也沒法跨越了。可是我並未阻他，蓋就蓋吧。既然曉得燕昭藏白月光後，我絕不再登院牆了。失魂落魄了幾天，我接到了一份信函，燕太太設宴，邀我赴將軍宅閒談。本覺得燕太太要大把千金，但步入將軍府，方驚覺赴宴僅有我1米。燕太太衝着我樂：“長鈴到了，快湊近。”他稱皇上又賜了一堆金銀首飾，帶不進，叫我相助分擔。將軍宅的美食一級奢華，他替我挑了足足1碗的肉，不用錢的菜分外香啊！我連續吃了3碗白米。餐畢之後，我伴燕太太於湖泊旁投食，偏偏這個時候燕昭進門了。燕太太樂着道：“我猛地記起長英尚少個化妝盒，你先於此候着，我去尋一尋，替你找個精緻的盒子。恰好阿昭歸來了，你們後生們有話題，一道敘一敘。”我舉目看向燕昭，10多天沒逢，她越發俊朗了，一套暗紫長衫裹得她容顏絕佳，身姿挺拔。她同我做了一個馮姑娘，我掌內的魚食沒留意，多落了些。群魚搶食越演越猛，於安穩的水面掀起一波接一波的浪花。我直起腰板同她答謝：“燕少爺安。”不曉為何，一瞅見他，膽就立馬狂蹦。清楚他蒼白月光，卻壓抑不了自個的情懷。他跟李千金那般互答，我哪能存這般下流的意圖？我確實鄙視自身，我不敢同他久留。我轉頭便逃，妄想跟上燕太太的步調。燕昭仿佛略微蒙圈，我皆溜進長廊了。他仍待於原處發愣，燕太太也略顯蒙圈。長英為何溜了？不同阿昭敘敘嗎？我晃了晃頭，免了。若談下去，我恐將壓不住衝燕昭拉拉扯扯。我急忙切斷了話茬：“太太這可真別致。”燕太太垂手替我整理耳畔散髮。我以往極喜才買首飾掛件，無奈產了雙胎，皆乃男娃。倘若存個閨女，必當悉心裝扮。長英，咱倆如為一家人就好了。我本來上極悲觀，聽聞燕太太此言，雙眸片刻放光。實際上叫燕太太媽，並非唯有嫁給燕昭這一條門頭。我拽住燕太太的長袖，充滿期盼地問她：“太太，我也少個媽，要不您收我當乾閨女，我叫您乾媽呀！”房內剎那間鴉雀無聲。燕昭邁腳想越過門框，體態竟猛然停滯。燕太太咬了咬嘴，好似沒聽懂般問我：“長英，你剛才講哪般？”我期盼地問：“我替您做乾閨女行嗎？”燕太太表情詭異地掃了一下背後的燕昭，他倆仿佛又暗自傳遞着暗示。半晌後，燕太太假笑幾聲：“此番認親的局，切莫慌張，需徐徐圖之。”她將我偏愛的那堆首飾全塞入了木盒中，合併着新做的數件羅裙一起遞給俺。長英，時辰不早了，你要不然先歸宅。我察覺得出，他分明在下感人令。我謝罷他的賞賜，順從的點了點頭。路過燕昭身旁時，他低頭盯着我，猛地抬腕，悄悄捏住我的袖口。馮姑娘，你依然惱我那天的舉嗎？我滿臉疑惑。不曾呀。我把長袖由他的手心拔出，急速從他身旁跨過。燕太太待我極佳，我琢磨需報答他，但他哪樣全不少。思索許久，我赴商街上挑了細繩銀線與翠綠玉珠，我想做條項鏈送還燕太太。雖然我的技術極差，可終究為一片真情。但在夜裡編項鏈之際，剛好被四處閒逛的溫策安瞅見。表妹近期不舞弄刀槍，變作專攻刺繡了。嬷嬷於身旁說：“可此布匹瞧着造價極高，表姑娘您挑個普通材料便可，賣銀絲幹啥子？公子就寫他10两白银吧。”溫策安摸出賬本寫了入內，警告我：“表妹，時至今日，你合計付我678兩8貫6銅板，結不清的話，你需替我當妾。”
我便项鏈的腕輕輕一挺，估摸我須重找一位富裕的少爺。温策安走掉，我又琢磨了半晌项鏈的版型，月色濃濃。我舉目瞄向将軍宅的方位，不晓燕太太歇了不草，不晓燕昭这刻在幹哪般？我或是編了太長項鏈，視線糊了，竟冒出了虛意。我目睹燕昭現身於溫宅中，衣擺迎風，緩緩向我走近。這男最喜撩撥女，他一腳全惹得我心房狂跳。我合攏了眼，想叫虛影迅速退散，但在爭謀科，他已然踏入我的跟前。在下到底何處激怒了馮姑娘，使姑娘偏要欺高牆，且偏同我结兄妹？潘姑娘此个說法，不然在下朝思暮想，坐立難寧。我瞄準了那面立於溫宅和將軍府中央的高牆。燕少爺果真武功蓋世，這般陡的牆全翻得過來。燕昭平時乃是個柔和的脾氣，此時卻稍顯盛氣凌人，追問我：潘姑娘賜個說法？賜啥子說法？我總不能講我是因着暗戀才躲着他吧？我只好裝傻。燕少爺在講哪般？我未聽懂。遍地月光灑過他的肩膀，他道：換我來講。那日姑娘曾問我是非打算赴溫家求親，我都同姑娘講不琢磨，乃我嘴硬，我悔了。我此刻想講，求之不得。我驚愕瞪大了眼，許久後小聲問他：那李二千金，你這是欲娶平妻？何來李二千金？這跟他有何牽扯？我把溫策安所講之局盡數吐出。表哥說你的暗戀者為李二千金，你們從小相知，郎才女貌，極其相配不過。但沒等我講完，燕昭就急急打斷：聽他瞎掰！我是講過我藏白月光，可我不曾講什麼李二千金。不然那日在賽馬場，我幹嘛要跟你一組？我摸了摸鼻頭，我以為少爺心善，看我遭表兄欺負，專門替我出頭。他被我講的一愣，稍事後苦笑道：那如今姑娘懂得我的情意，能夠不當我這妹子嗎？我媽不僅缺閨女，也缺個兒媳。我死死捏着袖口，山重水複疑無路，心臟狂熱蹦躂。我至此刻皆覺得自身是在做夢。你讓我斟酌一二。他微微點頭，但離去之前猛然彎腰，氣息輕輕砸在我的臉盤。我僵着軀體，下意識閉上了眼，料想中軟軟的觸覺卻並未發生。脖頸反倒一涼，他替我戴上了一根翡翠掛件。既然表露情意，不敢空手而歸。我慌忙低下頭，不敢叫他瞅見我通紅的臉。也是此秒，我才察覺他的腰間竟掛了一個繩結，結子內裝着2朵枯黃的野花，是那天我順手由牆頭折下賜予他的。原來他未曾扔，還天天懸掛。那晚燕昭走後，單個人傻站半晌，控制不住暗自感嘆：馮長英可真是個好命的女孩啊！每年夏日，溫策安皆會領我赴太倉老爺家小住半月。在太倉，我想了許多，我當真好喜歡燕昭。回去後，我就讓他來溫家提親，把欠溫策安的錢還了，再把我娶進將軍府。一想到能光明正大喊燕夫人娘，我就開心得很。溫策安好奇地問我：表妹，傻笑什麼呢？這段時日天天出神，是有什麼好消息嗎？我將喜訊分享給他：我要成親了。他微微一怔：你就這般着急？我點了點頭：是啊，我急着呢。他的臉忽然變紅了起來。此事急不得，還不到時候。未娶妻便納妾不成體統，你且等一等。我只覺得莫名其妙。表兄在說什麼？我不做妾的，我是好人家的姑娘，怎會給人做妾？這回溫策安沉吟片刻，眉宇間隱見掙扎之色，良久嘆了口氣：什麼妾不妾的，日後再說吧。我如今還未建功立業，待我成就了一番功業，再談娶妻納妾之事。我嚇了一跳，吃到一半的酥酪都灑在了地上。表哥，你瞎說什麼呢？我又不嫁你。他蹙眉：除了我，你還能嫁誰？自然是燕小公子啊。天光明媚，我衝着表哥彎眸微笑。燕小公子和我說，他不喜歡李二小姐，他中意的是我。他還說他想來溫家提親，娶我為妻。表哥不相信是嗎？我預判了他的預判，伸手探入衣襟，取出貼身佩戴的翠玉墜子。這是燕家的傳家玉墜，燕小公子贈予我了，我還添油加醋了一份。對了，燕小公子還說此生非我不娶。溫策安的臉色鐵青，額間青筋隱隱跳動。半晌，他冷聲道：八字沒一撇的事，有什麼好高興的？誰知他是不是鬧着玩呢？這婚能不能成還說不準。風拂樓水，合影搖曳，整座太倉都浸在融融長夏裡。我撐着下巴趴在亭欄邊，看飛鳥掠過長空，憧憬着快些回玉京去。可溫策安當真是個烏鴉嘴。我回京那日，燕昭便翻牆過來尋我，但他不是來提親的，燕昭是來與我辭行的。西北戰事又起，如今只有舅母一將戍邊，萬事興來，孤江難抵。燕昭帶着我上了牆頭，讓我坐在高懸的明月下。他欠聲道：長英，對不住，提親的事怕是要食言了。我習武多年，家國有難，不得不上。我有些訝然，燕家世代從軍，燕昭祖父37歲死在疆場，燕昭父親29歲戰亡陣前，燕昭大哥犧牲時年僅19。如今燕家只剩下燕昭這一個獨苗。國師曾給燕昭算過命數，說他會重蹈至親覆轍，死在曙光之前，死於漠北。自從國師下了這道讖語，燕夫人便將燕昭從漠北召回，收了他的紅纓槍，再也不許他習武。
午，燕昭被困於將軍府中，無奈之下撥弄算籌，經營生財之道。我輕輕拉着他的袖子，燕夫人怕是不会肯的。会。燕昭望着我，堅定的道：阿娘会答应的，她心懷蒼生，是最深明大義的人。只是長英，對不住，我不該給招惹了你，又遠赴他鄉。我望着如刀受月，聽他說在漠北那幾年的經歷。其實我也在漠北待過，可那時我太小了，很多事都不記得了，只記得阿娘為了護住城中百姓戰死，阿爹是個軍醫，治好了城中瘟疫，自己卻因藥材告罄病逝。如今漠北於我而言，就像月亮一樣遙遠。說到後來，燕昭給我遞來一個很沉的包袱，我打開一看，裡面是白花花的银锭，還有银票，是我做生意賺的，一共7653两，都給你。他真的好有錢啊！可我是個有操守的姑娘，從不亂拿別人錢财。你若娶我，这錢算是你的聘禮。可你我這會兒尚未成婚，我不能白拿你的錢。燕昭笑了笑，眉眼彎彎，不是聘禮，就當是我此前嘴硬的罰錢，或者當我招惹了長英卻不能踐行諾言的懲罰。我望着那些銀錢，終於有了幾分離別的實感。那是戰場，烽煙漫卷，生死一場。燕昭，我顧不得什麼矜持，張開雙臂撲入他的懷中。你得平安歸來。他緩緩回抱住我。好，若能平安回京，我堂堂正正登門求娶；若回不來，頓了頓，他将我抱得更緊。长英，你也要活出一番自己的天地。他没說讓我另覓良人，他說長英前路坦蕩，步步生光。燕昭真的很了解燕夫人，聽說了他要去漠北之事後，燕夫人沒有惱怒，反倒釋然地笑了。他說：阿昭，去吧，我們燕家的男兒大戰在前，從不退縮。他親自帶着燕昭入宮，求了奔赴前線的聖旨，又為他準備了一身戎裝，針腳密密麻麻，是他很多年前親手縫的。其實他早便做好了送他上戰場的準備。燕昭出征的那日，我也去送了他。烈陽鋪在層層鎧甲之上，流光熠熠，他果然最配戎裝。可鎧甲冰冷，他的懷抱也沒了暖意。我將給燕夫人打了一半的瓔珞拆了，編成劍穗贈與他。他笑着為我揩去眼角的淚。長英莫哭，我會平安歸來。天高雲淡，他一騎絕塵而去，很快消失在山道之中。耳畔還回響着臨別之際他說的話：今日長英在手，定能復築蒼龍。燕昭這一去便是許久。我原先是不信鬼神的，可他走後，我便常常去寺廟祈福，求神佛保佑他平平安安，也護佑舅母無虞。有時下了大雨，我會步行回府。這回不是溫策安逼我的，我只是想多淋些雨，神佛能否看我心誠的份上，成全我的心願。前線時有捷報傳來，可捷報上亦有陣亡人數，觸目驚心。我做不了旁的，只能去寺內供奉一盞長明燈，再拿着燕昭曾送我的赤焰獸首長英，在院中習武。溫策安時常恍惚，他問我：你便那麼喜歡燕昭嗎？我颔首：是，我很愛他。他沉吟了許久，問我：若他死在戰場，那你……我將長英握在掌心，平靜地答：那我便是他的未亡人。他一向身姿挺拔，卻在此刻微微塌了幾倍。日子好快，寒來暑往，春去秋來。外祖給溫策安介紹了許多閨秀，他卻挑得很，遲遲不肯定下親事。那日回府時，下山時候，我聽見奶娘與溫策安說：老奴知道少爺的心思都在表小姐身上，老奴有個法子，可令少爺得償所願。溫策安一怔：有何辦法？青天白日裡，奶娘說的話實在隱私。老奴去集市上買藥，少爺匡表小姐服下，那藥會讓人肝火旺盛，表小姐定會主動痴纏少爺，得了他的身子，他可不就是您的人啦。溫策安從來對奶娘言聽計從，可今日我終於看見他發了火。奶娘亦是女子，怎能想出如此惡心的手段？雖對他別有心思，但我絕不做此等下作之事。還好溫策安雖驕縱惡劣了些，但還不至於喪失人性。正想着，背後忽然傳來一道陌生的聲音：我不在家，你便是這樣教導我兒子的？我微微一怔，回眸望去，映入眼簾的是一位40來歲的婦人，兩鬢有霜，風塵裹身。我想了好久才反應過來，是我那戍邊多年的舅母回家了。舅母此前曾經立誓，不收復河西，絕不回京。如今前線打了勝仗，河西回歸，她也終於回來了。回府之後，她發現溫策安寄的那9本冊子，當即沉了臉色。溫策安抿了抿唇，小聲解釋：娘，這不是因為他在我們家白吃包住嗎？而且姑姑還害死了我爹。舅母蹙眉：你說什麼？當年若不是為姑姑擋箭，爹怎會死？不就是姑姑害死了爹嗎？那日我看見舅母拿着鞭子抽的溫策安滿院子跑。你個混賬，胡說什麼？你光知道你爹為你姑姑擋了一刀，但你知不知道你姑姑姑父還救過你爹娘的命？你爹此前身受重傷，是你姑父不眠不休照顧多日撿回他的性命。你娘倒在死人堆裡，是你姑姑硬扛着走了30里路。若老娘那時死了，還有你什麼事啊？那些邊關同袍，意氣相投，以命相托，交付生死，是我的阿爹阿娘，是我的舅父舅母，還有我的燕昭。舅母正色與溫策安說：你該恨的是對你爹持刀相向的敵人，而不是千里同征的親友。他果真是個將軍，長鞭破空而來，狠狠打在溫策安的身上。我讓你照顧長英，你便是這樣照顧？混賬玩意兒！老娘當初生你，全當親了體內浊氣。溫策安怔怔地聽着，沒有再躲，鞭子一下又一下抽在他的身上。他像不知痛般，遙遙望着我，良久无聲地與我說了2個字：道歉。
舅母雷厲風行，收拾了溫策安，又收拾了奶娘，她終於閒下來了。有一句憋在我心裡需求，可近鄉情怯，我不敢問。此刻猶豫再三，我終於問了出来：燕昭呢？你回来了，他是不是也回来了？我去将军府寻他。不等他回答，我转身便走。他舅母喊住了我，他的眸光複雜，神色悲悯。舅母和我說，燕昭還在漠北料理戰後琐事，不日後便會回京，乖乖在溫府等着他。不日是多久呢？不是10天，不是30天，不是100天，因为我始終沒有等到他。我猜舅母是在誆我，因為每次提起燕昭，他的眼裡都有濃得化不開的悲傷。燕昭上次給我回信還是在半年之前，他才捨不得晾着我這麼久。我求舅母將事情告訴我，好歹讓我知道我的心上人是生是死。長英，舅母沉吟良久，啞聲開口：北關的最後一役，他為誘敵深入慘遭圍剿，從此再也沒有回來。我緊緊攥着帕子，問舅母：可有尋到他的屍首？不曾，但那地方本就是九死一生，何況他若活着，早便尋回來了。所有人都和我說燕昭死了，連燕夫人都看來我。她一遍遍地撫着我的長髮，為我揉着紅腫的眼。長英，他完成了父兄的遺願，心中是歡喜的。馬革裹屍也是將士至高無上的榮光。我亦為他自豪，可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他連屍身都沒有，又怎能說他死了呢？我沒有再哭，我跟着舅母習武，有時她看着我，會有片刻的恍惚。長英，我好像在你身上看見梁玉了。梁玉是我阿娘的閨蜜，舅母並沒有在玉京待太久，她還要繼續回去戍邊。臨行那日，背着包袱在溫府門前等她。我也要去漠北。她並不驚訝，只是問我想清楚了嗎？想清楚了。長英，長英，這名字本就是為了沙場而生，我要去看看大漠是不是真的沙如雪，燕山的月還似鈎嗎？那裡離我的愛人也近，我要去找他了。漠北當真遼闊，我可以在沙丘上吹一夜的嗩吶，不會再有街坊鄰居趕來問是哪家出了白事。我也學會跳舞了，不過會的是劍舞。長音破風，劍若驚鴻，我還能翻上別人家好高好高的牆頭。那日百無聊賴，我尋了一壺酒，坐在沙丘上，星河淡淡，朔風漫捲，月明千里照平沙。恍惚間，有一人朝我緩步而來，一身絳紫長袍，披星戴月。我以為自己生出了幻想，閉上了眼，一如那年在溫府打瓔珞時一般。可再睜眼，幻象並未消失，那人已經到了我的跟前，眉眼如故，光景如初。他伸手輕輕擁住了我。好久不見，我的燕昭，他回來了。